生哦，有时候就是只能妥协，你知道吗？不妥协，你要怎么活下去？我前几天去诊所看感冒，然后竟然他叫号的时候不是叫我尤先生，他就说：“那泽文换你哦。”我在想说，有这么熟吗？对，我们不熟吧？我想，对，不熟干嘛这样？对，不熟这样就有点诡异的。那护理师啊，我是说诊所的护理师叫我泽文，我觉得就是蛮害羞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就要到没人的地方。其实我想过，如果一个人呢、大学毕业生从25岁开始，然后工作40年，全部都是最低薪。对，现在是26000，算25000好，然后25000，480个月，对，25000，480个月，1200万，1200万。那你假设你都住家里不给钱的话，一个月花1万，那就是扣掉480万，就是1200扣480，就是720。所以理论上你到65岁退休，你就可以存720万，对，然后720万之外，不是还有劳保吗？劳保劳退大概可以领个15000至2万嘛，对，那就够了。但是很难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被商人控制，就是说他们要你去买什么，然后跟风啊，去哪里玩啊，游乐区啊，然后要你去买车啊，然后买房子啊，你就不够。对，那事实上那个你留720怎么会不够？一定够，你还有劳保，可以到终点，终点都还有钱，对，那人是不要怕说最后钱没花完，对，不要怕钱没花完，因为我们是要最后一餐饭。最后一餐饭还在，你不要到时候连最后一餐饭都没有，要去睡什么庙里或什么，对，那就惨。对，基本上是做得到的，就是看你要不要控制消费，你物欲降低一点就好了。对，那你如果当然不可能一直25000嘛，你会再增加，你会在那个增加薪水，或是你有别的副业在做，你就可以再兼差啊，因为25000是8小时，你如果说你在时间更长，当然更多。你即便你没有任何的技术，也是会增加，你的薪水没有那么少，对，所以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不是说那个低薪就不能成功。对，我刚算给你听，你还是低薪还是可以存到700-800万，700多了，720，就一个月花1万，然后住家里不给钱，就是720，做得到。所以看你要不要去做会成功，就是你至少衣食无缺哦。对，那我现在当然是远高于这个数字，对，但是你就红白铁不要跑，重要，然后不要去跟风去买什么东西，那种买个一次就不用的东西就后悔，这些东西不要做，我觉得人生会过得很好。然后蛋的问题我讲一下，就是我昨天去超市，还有蛋，它是95块一盒，10颗的，然后所以不是没有蛋的，95块一盒10颗。我昨天去超市，我看到95块一盒10颗，还有蛋，所以不是没有蛋，是没有便宜的蛋。那当然是说希望是有便宜的，但是很多人是他每天一杯星巴克，然后他说没有蛋，这种说法，那我看到那个人讲，我就匪夷所思。对，
这种每天你都可以喝一杯150的星巴克，就你买10颗蛋95，不要花，70、80啊，也有95，那就很，我就觉得蛮诡异的，到底是有什么目的？对。其实放假就是爬山，然后你公园散步，是不是就不花钱？那久而久之，你就比那些人有钱了。你不要买名牌也好，对，然后不要买名牌，名牌是商人的把戏啊。对，很多商人他自己不买名牌，所以最赚钱就是他们。你要想，就是口袋有钱比较重要。你让人家以为你有钱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对，有没有想到？我讲有道理吗？就是口袋有钱比你外表有钱重要。你管人家是怎么想，对不对？这也可以说减少人家跟你借钱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